因为天生一颗圣母玲珑心，我对师门里的师弟师妹们无比爱护，他们要什么给什么，从来没为自己考虑过。久而久之，他们都把这当成理所当然，甚至嫌弃我的好意，觉得我软弱可欺。魔修抓走小师妹那天，点名要拿我去换，我被他们毫不犹豫送了出去。心灰意冷，跳入深渊，活生生被兀鹫吃空了心脏。然而我并没有死，我从深渊爬了回去。作为清月门的大师姐，亦是掌门首座，我修为高深，向来受到同门爱戴。直到小师妹景仙仙出现后，我所受的爱戴逐渐露出了真面目。原来他们只是觉得我好利用而已。什么人美心善大师姐，都是来哄骗我的。以前的我或许还会为这事伤心，但自从失去了心之后，我突然对一切都漠然起来。回去那天，众人见我跟见了鬼一样，他们眼睁睁看着我跳入深渊，不可能还完好无损地回来。谢师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问这话的是我的三师弟张玉泽。在小师妹景仙仙出现前，他作为师傅最小的徒儿，我总是格外照顾他。听到他惊诧但没有一丝关心的话，我无动于衷地点了点头。是啊，我回来了。他张了张口，还想再问什么，而我已经朝住处走去，并未多看他一眼。调息过后，有人踏进了我的院子，我抬眼一看，竟然是张玉泽找了过来。见到我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露出一个笑脸。谢师姐，你没事就好了。记得你之前在院里种了一株碧琼花，现在花已经开了吧？我瞥了一眼后院，颔首。张玉泽神情一喜，自顾自往后院走去。正好仙仙疗伤还需要一味灵药，谢师姐，花我就拿走了。他理所当然的就想采走我用心血浇灌出的碧琼花。我淡淡看着他，见他走到后院，正要伸手采摘，就被一道玄雷劈中，猛地吐出一口血。嗨，谢师姐。他饱含怒火地回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轻描淡写，后院设了禁制，没我的允许，接近的人都会被雷法所伤。张玉泽急道。仙仙危在旦夕，师姐还不快把禁制打开？我疑惑地抬头，为什么要打开？我并没打算送给你。谢师姐。听到我的话，张玉泽傻住了，像是不敢置信，我居然也有拒绝他的一天。师姐，我知道你心地最是善良，难道忍心看仙仙受病痛折磨？张玉泽皱起眉，你何时变得这么心狠了？心？我微微一愣，感受着空荡荡的胸膛。我的心已经没有了。张师弟，我也在深渊里受了伤，这株花是准备自己疗伤所用，你去别处寻吧。我转身，不再看张玉泽不可置信的脸，挥一挥手，直接把他送出了院子。等他走后，我取出碧琼花，炼化入腹，磨练金丹。一直为师弟师妹考虑，我的修为已经只在金丹很久了。碧琼花入体，很快引起一团灵气。我吸收过后，发现院门外站着一名长身玉立的青年，二师弟顾林。他本是人魔之子，是我下山除妖时碰见的。门内长老意图斩他，而我怜他幼小，于是求长老放他一马，还请师傅收他入门下，做了我的师弟。几十年过去，他长得出类拔萃，清俊秀美。我喜欢他，不过他不喜欢我。见到我，他眼底闪过一丝厌恶，不情不愿地走到我面前。听玉泽说，你不肯拿碧琼花给师妹疗伤。听到他的质问，我有些莫名其妙。宗门里那么多东西，不够他用吗？这株花我用自己的血养了很久，为什么要给他？顾林一愣，头一次听我反驳，不禁抿紧了嘴唇，只用一双勾人的凤眼望着我。要是以前，我就心软了，但现在看见他这副模样，我一丝波澜都没有。二师弟没别的事就请离开吧，我还要闭关修炼，准备把二师弟也请出去。结果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。谢无双，你是在怪我？怪我把你换给魔修？顾林眉间蹙起，可如果不这样做，仙仙师妹就会被他们折磨致死。现在他还躺在床上，你难道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我感受到手腕上的大力，直接用灵力迫使他松开了手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，花我刚才已经吃了，送我去跟魔修交换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问过我的意见。既然从始至终都不在意我，现在又来找我说这些做什么？吃了。顾林一怔，但随即他想到了什么，除却碧琼花，你还有一颗净灵丹，放在哪里？这话俨然是不把自己当外人了。我略一扬眉，眸光有些诧异。二师弟，顾林迎着我惊讶的目光，脸色变了变。我可以跟你交换。
那你用我之前给你的那颗金莲子与我换吧，正好我打算闭关。金莲子，顾林张了张口，为难道：“我已经送给仙仙了，这是顾林第一次结丹时我送给他的奖励，是我不远万里去寒山雪岭采摘的。”听闻他送给了景仙倩，我并未生气，只是遗憾道：“那不好意思，你回去吧。”顾林见我要走，面色几度变化：“阿双，算我求你。”他一向高傲，肯这么低声下气，已是极大的退让。我向来宠他，怜他，但现在也确实觉得他有些无聊了。二师弟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死缠烂打？我丢下这句话，不管顾林猛然苍白的脸，走进了屋，设下禁制，我开始闭关突破。不知道是不是失去了心，我现在毫无杂念，突破原因出奇的顺利。一缕神识从我天灵飞出，向院外展开。雨清殿的窃窃私语不断传到我耳里。张玉泽守在景仙仙床前，见她小脸雪白，心疼地握住她的手：“师妹，坚持住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”那群魔修抓了景仙仙后，费了她的手筋脚筋，现在要接好，不知用了多少灵药下去。景仙仙疼得面色扭曲，渲然欲泣。大师姐还是不肯赐药吗？她用词卑微，显得我极为小气。张玉泽犹豫了一会儿，道：“顾师兄去见他了，依他对顾师兄的喜欢，肯定会答应的。”原来宗门里的人都看得出我喜欢顾林，难怪张玉泽前脚刚走，后脚顾林就来了。想必他心里也清楚我以前那些小心翼翼的情谊，只是不屑于回应罢了。景仙倩眼里燃起一丝希望，但等到顾林两手空空的回去，这丝希望破灭了。二师兄，师姐她还是不愿意。景仙仙含着泪，可怜巴巴地望着顾林。顾林神色有些不好看，安慰景仙仙道：“就算没有碧琼花，我也可以为你寻找其他灵药。”张玉泽惊讶无比：“二师兄，谢师姐连你都拒绝了。”这话让顾林的脸色更难看，他握紧拳头，语气冷冰冰的：“只盼他日后不要后悔。”我当然不会后悔。收回神识，我走出了院子，来到雨清殿。见到我出现，殿内的人都是一惊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顾林护在景仙仙身前，生怕我对他不利。我淡淡的扫了他们一眼：“师父为了救师妹死于魔掌，清月门现在掌门之位空虚，我准备举行大典，行掌门之权，代掌门之位。”什么？景仙仙惊呼出口，咬了咬唇：“掌门之位，师姐怎么能一个人决定？”“是啊，师父死前最疼爱小师妹，要说掌门的位置，也该给小师妹才对。”张玉泽首先就不同意，顾林也是一脸不赞成。我淡定道：“我是师父首徒，自然该由我继承。若是不同意，可以向我提出挑战，若是战胜了我，我就拱手相让。”这话落下，殿中一片寂静。张玉泽不满道：“仙仙现在身受重伤，你不是趁人之危吗？”“趁人之危？”我勾起唇角，目光轻飘飘扫过他：“你可以替他出战啊！”又扫过顾林：“你也可以。”我不介意对手是谁。果不其然，我要做掌门的消息一传出去，师门上上下下都是反对声。尽管我平时对他们很好，但在他们看来，都比不上天资聪颖又会撒娇的小师妹。我站在雨清殿前的擂台上，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前来挑战的弟子。当我的剑只在顾林喉咙1寸的位置时，他睁大了眼看我，仿佛没想到自己会败下阵来。“以前都是让你的。”我轻轻道了一句，接着毫不留情的一脚将他踢下了擂台。直到最后一个弟子输给我，满门再无可战之人，我才缓缓收剑，走进雨清殿中。景仙仙已经能下床了，惊惧地看着我。让开！我并未多给他眼神，走到正殿，从高台的椅子上拿起了掌门信物。随后，我靠着扶手坐了下来，望着殿下的景仙仙以及殿外的一群人，我微微扬眉，声音带着灵力传遍山门：“新掌门在此，还不跪拜？”众人一震，面面相觑，有人已经跪了下来，而有一些仍然站着。我看了看站着那几个人，里面有景仙仙，有顾林，还有张玉泽。明明他们都是我最亲的师弟师妹，却偏偏是最不认同我的人。我看着他们不跪掌门，可是不服。景仙仙红了眼眶，仿佛一心为我着想：“大师姐，你就算用法力打败了我们，也得不到真心的拥护。堂下这么多师兄师姐，心里想必都是不服的。不服就滚，我反正无所谓。清月门如今是我做掌门，如有不服，可自请离开，省得我亲自清理门户。”景仙倩愣住，似是没想到我居然能说出这么无情的话。顾林和张玉泽对视一眼，
眼里都充满了震惊。张玉泽嘴唇颤抖道：“谢师姐，你莫不是疯了？”我当然没疯，见他仍是不肯跪拜，我一指白芒射出，刹那击碎了他腰间悬挂的弟子令牌。张玉泽甚至都没反应过来，便听我道：“子阳一脉张玉泽，逐出门去。”此后不再是我清月门弟子。他大惊，伸出手颤抖地捡起地上碎片，望向我的眼里充满愤恨：“你有什么资格逐我出去？我是师父亲收的徒弟，你这样做对得起师父在天之灵吗？师父想必是不会怪我的。张师弟莫不是忘了，当初师父并无收你为徒的心思，是你求我，而我心软，瞒着师父为你取来了通过试炼的东西，你才得以进入清月门。不然以你的天资，怎会被掌门收入门下？”我淡淡揭开了当年的往事。张玉泽的脸色瞬间惨白，掌心碎片重新摔得粉碎。这些话恰好也提醒了顾林，他当初是怎么进门的。在看见张玉泽的下场后，顾林眸光猩红，最终还是跪了下来。在他之后还在站着的弟子以及景仙仙全都缓缓跪地，整齐的声音响彻雨清殿：“拜见掌门。”张玉泽无助地看向周围，最后慌乱地望着我：“不，师姐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发现自己真的要被逐出门派，张玉泽惊慌失措，甚至流出了眼泪。我看着他的泪水无动于衷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是你师姐。说完这句话，我长袖一展，招来一股风，直接把张玉泽送到了山门外。其他人见此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声，直到我说退下，才纷纷散去。顾林没有走，他来到我面前，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：“谢无双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现在应该叫我掌门师姐。”我提醒道。“掌门师姐。”他苦笑一声：“你落入深渊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从那里回来后，我的性情就大变了。”顾林产生了怀疑，然而我不打算回答他：“这跟你无关。”“无关。”顾林仿佛被刺痛，紧紧盯着我：“是我亲手把你送到无间崖，也是我亲身将你交给魔修。你要恨就恨我，不要为难其他人。”我没有为难其他人，蹙了蹙眉，我觉得顾林搞错了情况。如果我真要为难他们，你猜清月门现在还有几个人活着？我逐张玉泽出门，不过是为了杀鸡儆猴，说对他发泄私仇，确实没有。现在的我，没有了善良和怜悯，也没有了愤怒和爱恨。顾林以为我在报复他们，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而已，从始至终不曾有过偏颇。顾林盯着我淡漠的眼，忽然伸出了手，抚过我的脸颊：“不该是这样的。你是这天下最善良的女子，最善良的女子就该被他们抛弃利用吗？”我想到过去自己的付出，以及被送出去时的绝望，眼前又浮现出无间崖上的画面。深不见底的悬崖上，一边站着不怀好意的魔修，另一边则是我亲爱的师弟师妹。顾林绑住了我的手脚，以防我逃跑，在把我交给魔修后，就接过了景仙仙。清月门弟子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，没有人注意到我离悬崖越来越近，最后一跃而下。与其落到魔修手里生不如死，还不如我自己了却残生。我怀着死志坠落崖底，意外的是，我居然没有立刻死去，只是手脚折断，如一滩烂肉躺在污泥里，听见乌鹫扑簌簌飞来，趴在我的胸膛啃食。第一次，我看见了自己的心长什么样，那是一颗透明无瑕的心，在尖利的就嘴中一点点被吞噬。强烈的疼痛席卷了我全身，我几乎以为自己会这样活活痛死。然而在心被吃空后，我居然有了活下去的念头。原来让我感到痛苦的不是我的身体，是我的心。当心消失后，痛苦也消失了。我感受着空洞的胸膛，没有一丝的不适应，像这才该是我原本的样子。我爬呀爬，从污泥里爬出来，穿过妖兽洞穴，一边走一边用灵力修补破破烂烂的自己。等到了清月门，我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。无人关心我，担忧我，不管是顾林还是张玉泽，都只想从我这里拿到好处，去献给景仙仙。你到底是真认可我善良，还是把我当成冤种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我都不想戳穿顾林了。可他总是与我一副亲近又了解我的样子，痛心疾首，宛如是我辜负了他。顾师弟，我不欠你们什么。我站起身，甩开他的手。救命之恩，授业之恩，解惑之恩，身为大师姐，我未曾向他们索取过什么。
反倒是他们成了我数不尽的好处。顾林身躯僵了僵，被挥开的手尴尬地停在空中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收回去。我在他的目光中化作流光飞走，离开雨清殿时，瞧见景仙仙的衣角一闪而过。他表面服气，内心还是不服。3日后，景仙仙带着一干弟子跪在殿外，请我为死去的仙师报仇。掌门师姐，师父他尸骨未寒，你既然担任了新的掌门，就该替师父他报仇雪恨，请掌门师姐出山。众多弟子齐声道：“请掌门师姐出山。”我看着他们一副深明大义的样子，眯了眯眼睛。杀死师父的魔修乃是苍寂魔宗的化神修士，以我如今的元婴之境，去了无异于送死。景仙仙这是想逼我出战，借刀杀人。我垂下眸子，慢条斯理道：“你怎么不去？”景仙仙一愣，理所当然道：“师妹有伤在身，无法出战，而且掌门是师姐你，这个重担当然是师姐承担。可师父是为了救你才死的。”我随意地靠在椅子上，单手撑着头。如果不是师妹随意闯入魔宗地界，也不会被人所捉，让师父枉送了性命。要报仇，应该也是师妹最合适吧？景仙仙咬了咬牙，掌门师姐难道是怕了那魔修？你不怕你去，我稳坐不动，要不要我送师妹一程？景仙仙慌了神。师姐，你不是最敬爱师父的吗？居然因为害怕就不顾杀师之仇，传出去让别人怎么看我们清月门？他义正言辞，底下的人也纷纷附和，集体将我推到风口浪尖。看来他们都巴不得我去死。我微微勾了勾唇角，别人的目光我不在意。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你若急着去送死，我不拦你。说罢，我的眼神扫过殿外一群人，他们纷纷站起来，指责我懦弱无能，眼里的怒火仿佛我才是那个害死仙师的人。我不禁有些失望，这样的宗门真的有继承的必要吗？仙师毕竟待我有恩，所以我才想重整清月门。然而如今的他们真是让人提不起兴致，被景仙仙一挑动就没了脑子。这样的人何曾值得我为他们费一丝心神？再来一次，不过也是重蹈覆辙罢了。我决定满足他们。好，既然各位这么想为仙师报仇，那我即刻就下战书，送去那苍寂魔宗。不过不是我一人挑战他们，而是整个清月门。这是门派与门派之间的清算，谁都不会置身事外。我站起身，话语传到殿外所有人耳中。刚才还群情激愤的广场忽然一下子静了声。顾林赶来，刚好听见这一句，脱口而出道：“你要让所有人陪葬吗？”我望着他们呆愣的眼神，轻轻一笑，不过是应诸位的要求罢了。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我死之后，他们这群人失了我的庇护，只会更惨。可惜他们看不明白，总以为没了我，清月门还能安然无恙。战书即刻发到了苍寂魔宗，回应我的是他们的宗主，地点定在无间崖，下月初1，决一死战。若清月门不出，魔宗宗主便会派人攻山。我把魔宗回的帖子挂在了雨清殿前，来来往往的弟子一抬头就能看到，那上面的文字仿佛藏着无尽杀意，让弟子们看一眼就吓得面色苍白，落荒而逃。人人都怨对我，责怪我，这些日子逃出清月门的更是不在少数。就在大战之日快要到临的前3天，我在山脚下抓住了准备逃跑的景仙仙。她小脸仓皇，跪在地上，抓住我的衣角求我：“师姐，掌门师姐，你放我一马吧，我不要死呜呜。”她亲历过魔修的残忍，绝不想再回去。我一根根掰开她的手指，绝了她的妄想。师妹，你以前不是说为了师父什么都肯做吗？那是他为了排挤我在师父心中的地位，特意在师父面前撒娇说的话。日复一日下，师父信了，果真把他看得比我更重要，甚至为了救他失了性命。我把景仙仙抓回去，清月门的人很快就都知道了他逃跑的事，储物袋里全是他装走的宝贝。他们看着瑟瑟发抖的景仙仙，一下子点燃了心中的怒火：是你挑唆我们要给仙掌门报仇的，为什么你要逃走？是啊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居然还想抛下我们！愤怒的弟子围着景仙仙，口诛笔伐，将多日来的压抑全发泄在他身上，甚至有人忍不住狠狠甩了他一巴掌。他贱人！顾林在旁边看见这一幕，张了张嘴。
我本以为他会上前维护，结果他什么都没有说。面对众人指责，景仙仙捂住脸，先是红了眼眶，后来意识到哭也没用，便干脆挑起眉梢，指着台下骂他的人：你们有什么资格骂我？要怪就怪你们太蠢，太没用。三言两语就受了挑拨。你们敢说你们心中没有对谢无双不满，没有嫉妒他当了掌门？呵，一群敢做不敢当的懦夫，活该去死！景仙仙乖巧可怜的外表撕开，恶毒地咒骂着周围的人。顾林实在听不下去，上前一步：仙仙，别说了，还有你。景仙仙矛头一转，指着顾林，本以为你能有点用，结果在谢无双面前屁都不敢多放一个，还以为你自己多了不起呀。顾林对上景仙仙不屑的眼神，身躯一颤，屈辱和震惊来回在眼底浮现。仙仙，见殿外吵成一锅粥，我拍了拍手，让他们安静下来，别吵了，3天后就要出发了，看好他。我转身将喧嚣隔绝在门外，捂着胸膛空洞的地方，许多陌生的记忆一一在脑海闪过。我好像知道为什么我失去了心却不会死了。决战前一天，顾林来雨清殿找我，他希望我能放剩余的清月门弟子离开，只由他和我以及景仙仙前去。阿双，他们都是无辜的，放他们走吧。顾林好像忘了，当初把我换给魔修，是师门上下一致通过的结果。我看着他，淡淡道：其余人若想逃，我也没拦着。事实上，清月门每天消失几个人我都知道，不然也不会刚好在山脚逮到景仙仙。顾林接着道：私自离开就是叛逃，但如果你主动提出让他们走，就是掌门之令，他们定然会感激于你。原来是找我要一个正当的逃兵理由。我靠在椅子上，散漫道：说了，去留随意，我不需要他们的感激。顾林望着我毫无感情的眼，神色里有几分复杂。以前他总不爱看着我的，他的心里没我，眼里也没我，但现在反而处处是我。见实在改变不了我的心意，顾林孤身离开了雨清殿。第二天到了出发的日子，雨清殿前站着的只有我、他以及被绑住的景仙仙，那些清月门弟子一个也没出现。我看着顾林，嘴角勾起一丝讽刺的弧度。他瞬间懂了什么，脸色低沉如水，捏紧了拳头。何须他求情？那些人从始至终就没打算真的陪我去死。难道顾林以为那群自私的人会讲什么信义不成？带着仅剩这2个人，我去了无间崖。景仙仙一路上都在咒骂我和顾林，到了崖前又忍不住哭着求饶。顾林眼底闪过一丝厌恶，一眼也没有再看过景仙仙。毕竟见识过他的泼妇模样，再柔软的疼惜也变了味儿。我走到崖前，望着底下的深渊，迎面就是苍寂魔宗的队伍。宗主依系黑衣，坐在轿子里，瞧见我，不禁长笑一声。清月掌门果然遵守承诺，只是你们才3个人，其余人都去哪儿了？听到他的讽刺，我淡然道：他们都跑了。呵呵，那你这个掌门做的可真窝囊啊！魔宗宗主收起笑意，盯着我道：其实你若能答应本座一个条件，本座也不是不能放你们离开。这话燃起了景仙仙的希望，她迫不及待地问道：什么条件？魔宗宗主眯眼瞧着我，悠悠道：传闻这世上有一颗至纯至善的玲珑心，怀此心者往往怜悯世人，不求回报。本座在修真界里只寻到一个人与此话相符，那就是你，谢无双，这才是他的目的。之前抓走景仙仙，点名要我去换，也是为了这颗心。我瞬间明白了一切，顾林也反应过来，你要阿双的心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只要谢无双把心挖给他，我们就能得救了。景仙仙尖声惊叫，在地上挪动，如果不是双手被缚，灵力被封，他肯定亲自上来挖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叹息道：恐怕要让宗主失望了。他扬了扬眉：你不愿意？不，这颗心本来就不属于我，但是他已经被底下的兀鹫吃了。我取出长剑，剖开了自己的胸膛，那本来该存放心脏的地方，如今一片空空荡荡。顾林正在原地望着我空洞的胸膛，脸上血色尽退，白得骇人。阿双，你的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眼底满是惊惶，倒让我有些奇怪。不是说了吗？让底下的兀鹫吃了。我当初跳入深渊，底下都是凶猛的妖兽，不过还好，他们只是吃干净了我的心，没有吃完我其他的地方，不然我就回不来了。我收起剑，
说得轻描淡写，顾林却仿佛心痛至极，红了眼眶。景仙仙希望破灭，颓废的喃喃自语：“不，怎么会这样？”顾林抓住我的肩膀，嘴唇颤抖：“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现在才让我知道？因为没必要啊！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”我挑了挑眉：“你从来不在乎这颗心，不是吗？”顾林神情一僵，无尽的懊悔出现在他脸上。景仙仙猛地抬头：“不对，你既然没有心，又为何还活着？因为我是天生的无心之人。”说完这句，我的目光落在顾林身上，他浑身一震，眼神依稀想起了什么。顾燕神君，这场赌约是你输了。我附在顾林耳边轻声说完这句话，接着就推开了他。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一剑拔出，刺向对面的魔宗宗主。一股强大的魔气震开我的剑，紧接着我的身躯像破开的口袋，无数鲜血溅了出来。顾林伸手接住了我下坠的身体，在他怀里，我吐血不止。阿双，不，你不能死！顾林惊慌失措地想为我止血，我却只是轻轻笑了笑。抬头看着他悲痛哀伤的脸，我脑海浮现出一个7、8岁的少年，他满身鞭痕，一看就吃了很多苦头。长老拿剑指着他，说要杀了这个人魔孽子。不知为何，我见了他就觉得熟悉可怜，于是拦在了长老剑前。长老，幼子何辜？不如放他一条生路。我肩膀生生受了长老一剑，坚定地保下了他，还让他做了我的师弟。眼见他一天天长大成人，出落得俊美无双，我也不知道哪天起就喜欢上了他。可他不仅不喜欢我，还亲自把我交到魔修手里。其实哪怕他多哄我呢，依照我之前那不忍拒绝的性子，他卖弄2句可怜，说不定我都答应他了。可是他一句都不曾问我，仿佛我只是一粒微尘。阿双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就是不要丢下我，好不好？顾林不断祈求着我，然而我的手却越来越冷，眼前也逐渐变得模糊。我好像回到了雪山，天地一片银白，我拖着风雪穿过云层。一名红衣神君乘坐青鸾经过，无意见到了我，从此天天都来雪山遇我。终有一天，我停下脚步，问他何事。他说他名顾燕，对我一见钟情，希望我能和他离去，共结永世之好。我告诉他，我乃天生无心之人，生来就没有感情。顾燕于是去寻世间种种灵心，最后找到了一颗至纯至善的玲珑心。他捧到我面前，对我说：“雪山神机，不若你我打一个赌吧。若来世这颗心能让你我相爱，那你就和我离开雪山。”我从未体会过世间感情，因此答应了顾燕的赌约。在一起进入轮回后，我忘记了一切，直到后面才逐渐回想起来，谢无双的这一世原只是我的一场劫。我爱上了顾燕的转世，但他却让我失去了玲珑心，所以我说他输了。顾林紧紧抱着我，轻轻吻在我额头。魔宗宗主见得不到玲珑心，挥了挥手，身后众多魔修涌了上来。顾林仍然一动不动，任由那些人撕碎了他的肢体，而景仙仙更是被吃得渣都不剩。我的意识漂浮到空中，俯视着这混乱的一切，想着都结束了。从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是雪山神机那刻起，我便打算结束谢无双这一世，因为失去玲珑心之时，赌约就有了结果。于是我顺着景仙仙的提议，决定为仙师讨伐苍寂魔宗。尽管他偏心于景仙仙，但前期对我的栽培也算是尽心尽力。为报师仇而死，对于这一世的我而言，未必不是个好结局。我问心无愧，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余下的就不是我回到雪山该想的事了。我的意识沉入黄泉，再睁眼，已经回到了原本的身体。寒冷的冰晶如同花朵在我指尖绽放，我拖着白裙走到洞外，看见绵延的雪山泛着莹莹的光。这看了千万年的光景，从未让我觉得这么怀念，没有一丝污垢，纯洁无瑕。就当我像往常那样巡逻的时候，一声凤鸣自天际传来，青鸾拉着宝驾从云端出现，来到了我面前。我看见马车里的顾燕，她一袭红衣，像雪地里燃烧的焰火。见了我，神色难掩激动。阿双，我静静看着他，冷淡地摇了摇头。顾燕神君，前尘往事不必多提。对不起，是我伤你太深，你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吗？若我早知自己的心意，绝不会负你。他神情痛苦，哀伤地望着我，
然而我面对他，还是起不了一丝波澜。这世间的感情，我已经体会过了。望神君不要纠缠，我转身化作风雪，消失在茫茫天地间。顾燕愣愣地站在青鸾上，一直驻足了很久，始终没有离开。当我巡逻的时候，他就默默在身后跟着我；当我消失的时候，他就安静地守候在雪山中。若我有心的话，或许会被他感动吧。但我现在经过了谢无双那一世，还是觉得无心更适合我。生来就是神机的我，本就不该沾染世间感情。想清楚这些，我再没有理会顾燕。每10年便出来巡一次山，10000年过后，顾燕依然留在这里。神的寿命太过漫长，我不知道他要跟我耗到什么时候。于是我化成了万千大雪里的一粒。每10年天降一次大雪，我混在无数的雪尘里，连神仙也找不到。顾燕也是一样的，他乘着青鸾四处寻找，掌心接了一粒又一粒的雪。这粒不是，这粒也不是，他伸着手，从天亮找到天黑，从天黑找到天亮，任他找10年也找不到我，因为我落在他的头发上。